也是随着这个出国潮吧这么出来的。就是说我01年来的吧，来了之后在法国，不到2个星期吧，没找到工作。后来呢，有人呢就是从国内往这边来，有人去西班牙了，我也跟着去西班牙，在餐馆里做工。后来我看工资太低，在那边做了2个星期，我又回到了巴黎。特别巨乎那种，这一定把这个结节打开的会很轻松的。如果这地儿要弄不好的话，他心里就是后背跟压个背个包袱一样，特别沉。后来在巴黎第一份工呢是在一工厂里做工，后来呢又做了一些个餐馆的外卖店做厨房，后来也干过装修，又做食品厂，就是干了很多的活。有一次机会呢，在酒吧里碰见一个外国人，他管我叫一个协会里工作，就是在协会里做厨房，中午呢做厨房，下午呢做按摩。所以大家呢口传加口传的就都知道我做按摩了。我在跟朋友吃两顿饭去。在哪儿呀？在海尔布利克那儿。啊。是免费吃的嘛。现在虽然是生活好，我觉得不能忘那本。对对对。我呢姓陈，那个来巴黎呢，大概是01年来的，在这边就主要是做按摩这一块。按摩师就是说做了很多年了，在巴黎，而且这也是我的专业。现在呢，在一个客人家里呢，刚做完的按摩。你看我现在我住的那房子里边，就一共是4间房子。第一间房子呢，就是说这个房东跟他太太还跟他儿子在一个房间里住，中间那房子是6个人住一间房，上下铺那个大概有14个平方，15个平方吧，6个人住。但是我旁边是我那房是我自己住的一间房子，这一个单元里是这12个人。完了之后呢，现在12人只有我跟一个上海一个先生，我们2个有身份，剩下都没有身份。我对这房子不太满意，主要是房子又潮，挨着卫生间，味道也不太好。以前呢跟一个朋友合租，一个月是320块钱，现在我那朋友走呢，我自己呢一月就是280块钱，就包水电。贵倒不算太贵，还能承受得了。刚开始我们是没有身份的时候，也是没有身份是过来的。完了之后呢，就是每天工作量也挺大。以前在一工厂里做工的时候，早上是9点钟做工，夜里下班要下1、2点钟才下班，就根本没见过太阳，2个半月是那个样子。而且就是说，在地铁有时候怕警察查呀，怕啥什么的，也是挺担心的。但是我挺幸运哪一点，就是说我在没有身份的时候，就是警察没查过我。弄点韭菜，我捡点野韭菜做前天，弄点韭菜馅儿的饺子。就是我在协会工作的时候，就是说艺术家协会，他们很多人就是说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但是亚洲人也就是我一个人。就是关系都特别好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吃饺子，老陈啊，你也吃饺子了？你来了吗？我以前做过食品厂，所以包的饺子形状挺好看的。休息时候有时间在家里做点馅儿，包点饺子。包饺还是挺快的，包饺子。以前做食品厂的时候，按计件做嘛，一天包很多饺子一天。就我这么一个饺子，在乡街那卖餐厅1块钱一个，这饺子。在做一工厂嘛。他们就是说很多那个打工妹呀，就是在地下室里就是做车衣。他在没有什么事把这电动打开呢，这老板娘呢跟那个他们打工妹、打工仔有说有笑的话，就说温暖话，我们听不懂。一上来一看到我，就是脸马上就变了。就因为这种情况，我跟他就打过好几次架。我在这打工，我不是受气来的。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拿你就是说不当一个正常的工人。他们就拿你不当个人看好那种感觉。刚来时就是没有身份的时候，压力挺大的，什么工也得做，就是没有不做工心里发毛的那种感觉。等你就时间长了以后，当你适应法国环境以后，觉得法国还是一个就是说。还是就是生活比较简单化的那种，而且不像国内的人际关系特别复杂。当然，巴黎形形色色的人都有，但是就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就是我们是好朋友，就很好朋友就在一起；那人不好，我们就离他远一点。就是你穿的多次的话，在大街上要饭，就没有人就是瞧不起你，而且就是你穿的你再好，也没人高攀你。像那个这种属于商业房，但不属于居民房。
所以像我这房子，像我这房间有窗户，他们别人房子有这边房子有的没有窗户的。我现在基本上每年回去一趟，因为我父亲前年就得了糖尿病，就锯了半条腿下去，就是我姐呢，这每天都在伺候他们。我回去以后，就是也尽一尽就是我的义务。就我母亲过世的时候啊，就是说当时我没有身份，就是说家里给我打电话，就我母亲得了肺癌了，我当时义无反顾的就是回国了，没有身份。说白了，我挣的钱，我也是为家里挣钱，因为我母亲父亲都挺不易的。完一直到我妈妈出院，当初我大姐呢在家里呢还不差。那退休了以后，然后就是又找第二份职业，你单位给你多少钱，我就说我给你多少钱，我让你伺候咱妈咱爸。我母亲去世以后呢，后来他们又研究，就每月给我姐呢，他们每月给300块钱。所以叫我每月给我姐呢，就是说600块钱，但是我是说给600块钱，但是我现在还是按2000块钱给她每个月，因为我大姐毕竟是1个人，身体又不好，我姐夫又过世了，所以都给她就给点儿。我母亲临走时，我们在旁边，也没见到活面。就临走的时候，当然就是我母亲过世以后，我赶回给她送最后一程，赶回去的。就有去年时有一次我自己啊。记李子章，我这个月啊，就我没有特意的省，我就随便的买，完了家以后就都买，面粉的、油嘛的，才80多块钱这1个月，花不了多少钱的，很便宜的。你像我买那豆角，前2年1块钱1公斤，等于和5毛钱1斤。我买那橙子1块5 2公斤，所以这个豆角我买点儿就吃好几天的，很便宜的。芹菜1块钱1颗，这芹菜我起码得吃2天的，说特别便宜。我基本上没有在外面餐厅吃饭，没有过。看我这朋友啊，给我找一间房子，应该还是不错的。但是我那朋友，你不是已经订了那个了吗？那个不是，是买房子。哦，买房子。你看那房子在哪呀？这是在搜那个城市。1楼啊？那个半地下室。而且3万9。而且你看这房子还12平，你这个太小了吧？你能那个吗？你要，毕竟你要住进去。是。应该还可以，感觉到挺干净的。现在就我也有意向在巴黎想买间房子，就是说，万一自己在这以后要退休了以后呢，就是说在巴黎，就是说在贫困线以下呢，就是说你的看病啊100%免费医疗，而且就是你的公交呢，坐公交也是免费坐公交的，就是吃很便宜的，主要是住房。如果住房解决呢，基本上就是衣食无忧了。现在就是你自己没有家，你总租房那种感觉是一种飘的感觉，当你自己有了家，这心才落地儿那种感觉。坐，你们。我再拿个杯喝点。不用了。它是青田的。我在这10多年了。10多年。我出来的时候，我这才4岁呢，还。哇塞。4岁。今年多大了？那个18岁了嘛。14年了。14年了嘛，现在工作了吗？他在学习嘛。学习啊。设计游戏嘛，设计。我儿子很少跟我聊。我就是有时候经常跟他说，跟他聊。他设计这个呢，中山他第1名啊，在那个青田县画这个。没关系，这地是干净的。完了，接着吃。不错嘛，有天赋嘛，这个小子，挺好嘛，是他画的嘛，全部都是他画的嘛。哎呀，愧疚，那肯定有啊。在那个杭州第1名设计游戏，肯定的，这么厉害，我都小学毕业了，他是高中生了，他
这个小孩呀、在家里没有人教他的，我爸爸妈妈不认识字的，不认识字啊，我爸爸妈妈普通话都不会说的。这个小子有才华，有天赋，对呀、过年过节的时候会，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平常一忙起来想不起来那么多。其实还有些朋友就说，你看。他们有些朋友也是没拿到身份，也许还有别的各方面的人就回国了。回国以后就觉得自己家里住100-200平米的房子特别好，为什么在这住这个小房间，甚至住大铺还乐意回来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，就是想回来，感觉不一样的。你有13年都没有回中国了，是？对。想家，身在异地的外国人，有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，想做什么就能达到什么，并不是的，这样是的。所以说，有些家里人不太理解我们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必要跟家里人说一些我们现在怎么难，他们也不理解。我们只能是我现在有些什么事情，我只能跟我一些法国当地的一些朋友去说啊，我遇到什么困难了，怎么来怎么去的，或有遇到一些烦恼了，只能跟一些法国的巴黎的一些朋友们去谈这些事情，他们会给我是解脱呀，因为毕竟都身在这个地方，能了解地方，心情嘛都理解，所以来讲，我有些事是不想跟家里去说的太多了。酸甜苦辣豆确实长寿那种，冲他们讲话，在国外那种，就说当初有人说，哎，看我们就说有一个人呢，下班以后下的雨，就是说，既有泪水，又有汗水，又有雨水，就是这种交织在你的心里，那种情况很难受的。就是这种心理，就是说，虽然我这个过去就是虽然已经度过来，但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我自己在床上躺着40度，我没后悔过。但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，而且我有个宗旨，有个信念，就是既然我选择了，我一定要走到底。我就是今天，假如我睡在大街上，我没有眼泪。我明天睡在那个别墅里的，我也不会幸灾乐祸的，我就是这么，我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，所有心态一定要好。所以说我总想就告诉所有来巴黎的人，就是说，来巴黎可能什么苦什么乐什么就都有，但是一定要心态一定要好。如果心态如果不好的话，恐怕你就待不下去了。因为巴黎说白也不是天堂，也不是地狱，你混得好那是天堂，混不好那就是地狱，没有办法。